当他们超过200的话，到他们最后死亡的时候时日不多了。现在德银又使到整个市场开始恐慌，会不会倒闭？德银它的 CDS 现在涨过了200之后，市场完全已经开始担忧下一个可能会出事情的是德银。大家好，我是奇爸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次视频的上传了哦。我们看到过去7天之内，瑞信正式被收购，瑞信正式在历史的舞台上完蛋了。而这个完蛋的手法是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再看一看为什么瑞士的央行和机构要出这样下流的手段，我能看到就是事态是非常的严重。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瑞银很便宜的收购了瑞信，而且收购瑞信的同时，瑞士央行给他1000亿的瑞银流动基金，还有瑞士政府给他承担90亿的额外的损失。所以这个收购的条件非常的迁就瑞银，而且不光是瑞士政府损失了，因为要做担保，输了钱是他赔90个亿，还有瑞士央行提供了1000亿资金，他们也做了个决定，要瑞信的股东被迫的接受打4折被收购。就是瑞信的这个股价在被收购前已经是跌了90几个%了已经很低了，但是他们一旦做了个决定之后，瑞信的小股东没有选择权，必须要把他们手上的价值多少钱的股票打多一个4折，强制他们被收购，这是很不合理的。那举个例子你们家里有房子，然后呢，政府突然之间说现在这个房子明天就要被收购了，而且这个价格是4折，你的100万的房子，我们明天就有人来收购你的40万，你说这是我的财产不卖，这是经济财产保障的权益这是资本主义财产保障的基本权益瑞士到去年为止，一个叫金融中心，好像是最安全放你的资产的地方，这个国家从央行政府这样来强迫股东贱卖资产，而且你不能拒绝。在资本主义里面，资产有保障，一般的收购都是有一个 premium 一个溢价，不是打个折扣，还要给小股东去投票，超过一个1%通过才能够被收购，因为这是我的财产我的财产，我们小股东联合起来应该有投票权的这一次小股东没有任何的投票权，没有任何的权益去拒绝，然后他们还要被迫的，不是用一个溢价来接受这个被收购，而是用一个打折来被收购，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如果有一天你的房子政府要建高速公路了 highway 了，要收地了，政府给你的钱一定是比市价要高，那你到最后想想，这里卖了，我旁边可以买个更大的房子，或者买回同样的房子还有钱赚，那你还可以接受。但是现在政府就说我这个房子要接收你了，你不能不卖。第一个不能不卖已经是一个违反资本主义的一个财产保障权，这个瑞士政府就像赌钱赌输掉了，翻台子了。第二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个叫 additional tier 1 bond 额外1级资本债券。这个债券所有的教科书，所有的金融经济学都说债的投资者的保障要比股东的多，如果一家公司倒闭要分钱的话，债主先分，剩下来还有钱的话再到股东去分，这个就是形成了整个投资世界里面所谓的高风险高回报，低风险低回报。股票相对系统性的风险比那个债券要高，股票的长期的 expected return 预期的回报要比债券的要高，因为债券分钱的时候优先的分到钱，他们觉得风险低一点，他们要求的回报也会低一点。这一次也不到债券的人去反对，游戏规则改变，瑞士的政府和央行他们的金融机构没有谈判的条件的单方面改变了这个债券持有人他们的债券变零，血本无归那另外一方面，股东反而有钱，虽
虽然刚才也说了啊，割羊毛被迫的市则要被贱卖，但是起码还有一点点拿回来，但是债券持有人是血本无归。我就觉得瑞士信贷、瑞信他做庄家发行了好多的衍生工具啦，搞了好多的投资啦，他输掉钱了，欠了一屁股的债了。这个时候就像那个赌场里庄家输掉钱了，要赔钱了，突然之间后面说哇，我们香港叫走鬼呀、走鬼呀，哇，警察来了，砍档啊，赶快走啊，把输掉的钱全部摸掉，走掉了，不赔钱了，这是很卑鄙的行为了。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不像一个瑞士政府机构可以做出来的东西了，连北朝鲜、俄罗斯都没有做出这种行为。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这个影响啊，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它不光是影响了瑞信债券投资者和股东，它还影响了其他的国家。下一个就到德意志银行德银了，德国的最大银行比瑞信还要大的，现在这个火也烧到了他们了。一会儿我就马上给大家拆解德银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现在是骨牌效应一个一个倒下来，瑞银的股价是马上在5天之内跌了60%，在2年内跌了95%。我们要记得啊，瑞银也好，德银也好，这些所谓是蓝筹股。瑞士第2大的银行，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包括德银是德国最大的银行。我选股5部曲里面一直有讲，不要买夕阳行业。08年之后，银行业已经完全改变掉了。我在不同的课程、不同的地方已经讲过，千万不要买银行股票。你看德银、瑞银，其他银行也不是好到哪里，这些是一个国家里面最顶尖的股票啊，跌了95%啊，到最后啊，你再给它割羊毛，再打4折出售，他们都没感觉了，都割到麻木了，反正钱也不多了，就割吧割吧，是被迫的被割羊毛啊，所以千万小心。好了，这件事情啊，怎么样不负责任，牵涉到全世界其他的银行、其他的保险，不光是公司，更重要的是股民，包括债券持有人，非常惨的成为了赔账。所以你要不懂的话，这个买了这个债券啊，买了这个股票啊，你就受很大的影响。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突然之间，全世界人觉得哇，原来 AT1 债券、AT1 债券啊是这么大的风险啊！以前我们以为是债券啊，好像很安全了，现在原来不安全的，原来可以这样不讲武德的，不讲道理，把我们的债券变零的。所有银行的 AT1、AT1 债券的价格1天之内暴跌。那你说价格暴跌，债主受害啊？那银行有什么关系呢？问题是这些银行他们每一段时间要发行新的 AT1 债券来还掉旧的 AT1 债券。当他们再发新的 AT1 债券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的债券收益率就要上去了，大大的增加了其他银行的成本。所以我们看到汇丰银行1天之内跌了6%，渣打银行跌了7%，保险公司保诚 Prudential 跌了8.3%，红利 Mass Mutual 跌了4.3%，AIA 友邦跌了4.2%，累积1个月之内跌了更多。这个就是瑞银收购瑞信所搬龙门卑鄙的行为。我利益申报啊，我所有保险股、银行股都没有持有，不是说我是利益受损的，所以我在这里酸他们，不是这样的啊。我一早就看懂，也叫我身边的学生说不要碰银行股票，不要碰债券，所以我是丝毫没有损害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影响会很深远的，因为它是完全打破了市场对经济金融学的一个认知、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打破了，信心打破了，后面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们马上看到这个信心的危机蔓延到了德银，德国的最大的银行之一 Deutsche Bank， 如果它倒闭的话，要比瑞信还要更大很多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它发行的这些衍生工具的规模啊，远远要比瑞信更大。瑞信在过去几年一直有亏损，所以它的规模已经变得小了很多。德银到现在它的坏账啦、批账啦还没有完全的浮现出来。我们看到德银的股价最近在5天内也
也从高位跌了超过90%。那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信心危机蔓延到德银，这个也是我独家的见解分析，大家同不同意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我在其他的视频也讲过，全世界的国家都是欠债累累，他们的财政赤字又是非常的庞大，民主国家搞基建振兴经济花钱花了很多，税收不能加太多，税收加了多了，选民就不选他了。你说可以加富人税啊，富人少数啊，富人完全有能力把他们的资产和收入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不需要交一个地方的税，所以富人听起来可以偷富人的税，叫他们承受多一点的税收，但是实际上来做是很难做到的。富人一看你加税，我走了，我走的时候把资本也带走了，反而会影响那一个加税国家或者地区的一个经济，使得那个地方的钱更少。唯一一个政府在2008年之后经常做的事情，就向银行开刀，因为银行大嘛，你要罚他的钱，可以说是抢他的钱了，他没办法，到最后都是天鹅数字的罚款作为 settlement， 作为妥协的一个交罚款，等于是黑社会收保护费，就是硬的要罚你的钱了，你能拿我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汇丰银行被罚了好多啦， Goldman Sachs 高盛被罚了好多啦， JP Morgan 这所有的大银行都是天文数字的，经常被罚。那我们先不说其他的银行， Deutsche Bank 德银被罚的次数比较多，包括德国自己也罚他，德国想你给人家外国罚，还不是我来罚你，所以所有的国家轮流罚他。右面那个表是我做了一个 research， 2012年开始到2012年202 million 被美国罚，2014年 1.9 个 billion 也是被美国罚，2015年 2.5 2.5个 billion 被美国和英国罚，2016年 7.2 个 billion， 是不是越罚越多？这个政府的胃口越来越多了，既然这个是可以拿钱的手段，所以敲诈越来越多了，肯定搞一个理由，天天给你派一队人马在你那里调查，调到你烦为止，调到你不要做生意了嘛，到最后哎呀好了，我承认罚款送你走。这个是以前在中国大陆税务局上去查税的一个伎俩，就是天天在你那里待着，说你有没有逃税，到最后自己承认了，罚点钱走了。现在欧美政府经常会做的，所以2016年 7.2 个 billion 也是被美国罚了，2017年630个 million 又被美国和英国罚了，到了2018年205个 million， 为什么？再罚下去要倒闭了，没钱了。到了2020年150个 million 好像少下来，中间那些 7.2 个 billion 2.5 个 billion 到最后没钱了。我们再看一下，还没有罚完右面那些都是美国罚的，德意志银行没办法。到了左面了，上面那一个是德国自己在罚 Frankfurt Prosecutors， 西班牙也在罚，德国自己也在罚。左下角那一个是11月7号的问题，说他是有 dirty money control， 要罚他了全世界的政府来罚他。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是因为买了国债，收益率上去了，国债下来了，他出问题了。 Silvergate Bank 和 Signature Bank 是因为虚拟货币买了太多了，出问题了。这个 Credit Suisse 是因为他给那个 Bill 黄还有 Greensill 这些坏账太多了，出了问题了。 Deutsche Bank 其他没什么问题只是被罚款罚多了到现在人家一想，你的财务状况也不太稳了会不会瑞信之后到德意志银行德银了？我们看一下德银的 CDS 涨到了220点，就是你越大的倒闭的机会，你的 CDS 就会越高。那我们看一下几家已经倒闭的或者被接管的银行，他们在倒闭的时候 CDS 涨到多少？ Bear Stearns 是08年最早倒闭的，它是涨到了700多，没有到800，到了700多，你就像这个人高血压了，他可能就会健康出问题了心脏病了，爆血管了，死了。所以呢，第一个爆血管死的是 Bear Stearns， 当时他的血压 CDS 到了700多。 Lehman Brothers 死的时候是刚刚超过700也就死了。那刚刚跌下来的被瑞银强迫收购的瑞信，它是跌到了400多，它被收购之后就变成了瑞银了，不算死了强迫被收购了，所以它的那个 CDS 突然之间从450左右跌到了230，这是因为它被收购了，它就不会
会倒闭了。瑞银虽然不存在，但是它的所有的债券后边有瑞信，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它的瑞信发行的债券有瑞银来承担了，所以这个时候它的 CDS 就跌下来了。那现在德银已经到了220点，是非常危险。比尔斯顿、Lehman Brothers 和瑞信没有发生问题之前，50都没有超过。当他们超过200的话，到他们最后死亡的时候，时日不多了。所以现在德银又使到整个市场开始恐慌，会不会倒闭？2个星期前讲过，银行最怕的就是人家对他信心崩溃，就会发生挤兑或者叫集体 bank run。为什么会有挤兑？就是因为人家对他没信心，就算他很健康，只要有足够的人对他没有信心，他就会被倒闭。我们看到 Silvergate， 我们看到 SVB， 我们看到 Signature Bank， 都是因为人家对他没有信心。德银它的 CDS 现在涨过了200之后，市场完全已经开始担忧下一个可能会出事情的是德银，而德银的规模要比 Credit Suisse 更大，怎么去救呢？又是到了 too big to fail 大不能倒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啊，瑞士做了一些不负责任的事情啊，他都不管了。德国的事是你的事了，美国做了我的存款保障了，美国做了我的事，你们欧洲的事你的事了，瑞士做了自己的事，德国的事你的事了，不关我的事了。德银这一次也是因为它的 AT1 的债券价格马上上去之后，人家就感觉到你以前已经被罚了这么多款，以后你的 AT1这个 AT1 的债如果成本上去的话，德银你会倒闭，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推算。你的 AT1 的债券上去了以后你会倒闭，很多的人从德银开始撤资，把钱拿走，使到它的 CDS 超过220。德国的央行是跟欧洲央行连在一起的啊，如果欧洲央行不做一点事情的话，有可能德银会是下一个爆雷的银行。这场火正在全世界蔓延。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信贷违约交换 Credit Default Swap， 或者简称叫 CDS。 简单的来说就是买保险。如果一家银行倒闭了，他的存款或者他发行的债券的人拿不到钱了，那如果他们买了保险的话，保险赔他们的钱。这个保险如果不发生问题的话，它是不值钱的，或者值很少钱的，因为没有发生问题。但是就快要发生问题的时候，那这个保险就越来越值钱了，因为保险有个二手市场，可以在二手市场里面买卖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家公司或者一个银行的 CDS 涨上去的话，代表的市场预测这家公司这个银行它的倒闭的几率正在大大的提升，到了450肯定死了。那所以现在德意志银行 Deutsche Bank 220接近有一半的机会会死，这是个概率的问题。我觉得啊，大家还是要好好的装备自己的财商教育，因为外面胡扯的人太多了。如果你不懂的话，真的听了人家说，哎呀，加息的年代呀，利好银行股啊，去买银行股啦。前一阵子好多的人来问我，现在能买债券吗？银行都买债券买死掉了，现在还有人来问能买银行股吗？银行现在问题是什么？跌下来很多，有没有捞底的可能性？有，但是你在赌博，因为银行里面的那个资产负债表啊，它所持有的资产到底亏损了多少，现在没有人知道，而且它未来的成本要增加多少，没有人知道。它的 AT1 的债券的成本增加多少，以后美联储还继续再加息的话，它短债的利息支出要涨到多少，它的国债的亏损有多少，没有反映在这个资产负债表里面，看不到，大家自己去做判断了。真的要学好财商，因为外面自己不懂还在胡说八道的乱讲的人，所以要装备自己，只有你能保护你自己。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